得到了西方的承诺，泽连斯基就要准备动手了。视察前线，他已经没有退路，但正面战场绝对不是关键所在。大家好，我是吕哲。从日本回来之后泽连斯基就去了前线视察，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因为得到了西方的承诺，泽连斯基就要马上动手了。之前乌克兰一直都在嚷嚷着要反攻，可是真实情况是乌克兰的反攻没看到，泽连斯基却打着反攻的旗号，趁机找西方要了一波又一波的武器，而且越来越频繁。这隐隐有一种西方如果不给乌克兰想要的武器，乌克兰就绝不发起反攻的意思。反正对乌克兰来说，反攻拖得越久，对他越有利，可以拥有更多西方武器的支持，这反攻也能稍微打得有点节奏吧。尤其乌克兰清楚的是，这一次的反攻结果，西方是十分关注的，关乎到西方对于乌克兰的支持情况，而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又关乎到乌克兰未来的命运，自然是备受乌克兰方面重视。可是呢，再怎么重视，再怎么准备，西方也不可能任由乌克兰继续拖下去。尤其是巴赫穆特的失守，无论是西方还是乌克兰自己，都需要搞出一点声势来。而拜登松口了，放宽了援助 F-16战机的限制，允许欧洲援助 F-16战斗机，这无疑是彻底堵住了乌克兰的嘴，让泽连斯基没有退路。拜登的意思很明确，泽连斯基想要坦克，坦克我给你；泽连斯基想要 F-16战机，现在美国也答应给接下来就看乌克兰你要怎么表态了，来回应西方对你的全力支持。这也就代表着，无论乌克兰有什么小心思现在都必须要到了反攻的时候。也正是如此，得到西方承诺之后，泽连斯基也开始做他的一些准备活动了。视察前线，那就是鼓舞士气，接下来必然是大反攻要打响的节奏。泽连斯基既然清楚这场战斗关乎自己和未来乌克兰命运，那么他也是希望能够有所成果。可是呢，泽连斯基更明白的是，易守难攻的巴赫穆特都已经被俄军啃下来了，尤其是拿下巴赫穆特的时候，主力还是瓦格纳部队，而俄罗斯正规军并没有太大的损失，这也就说明了乌克兰要在正面战场战胜俄军十分艰难。所以在泽连斯基的反攻计划之中，正面战场绝对不是关键所在。这一点从泽连斯基视察海军陆战队的时候就直接宣布要创建海军陆战军可以看出端倪。正面战场打不过，小规模突袭就是乌克兰唯一的生路和出路。乌克兰即便是发起全面的反攻，那么正面战场也不过是牵制俄军、小规模武装渗透，以及利用远程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后方发起打击，才是乌克兰的重中之重。而在这中间，乌克兰的海军陆战队这支特种作战部队乌克兰自然是要大大的重用。无论是对俄军后方的渗透突袭，还是对克里米亚发起袭击，都能让西方看到乌克兰的价值所在，证明乌克兰有能力继续跟俄罗斯耗下去，乃至有能力在俄罗斯后方制造混乱，进而给俄罗斯制造麻烦。那这也是乌克兰的唯一出路了，也是乌克兰唯一的升级。未来的情况进展，我们会持续关注。今天吕哲观察就是这样。